这个警察拦下了一辆小巴车，他以车超载为由，依法对司机进行惩罚。司机不情愿地交了100元，殊不知面前这个警察是个冒牌货。男人名叫小健，是个无所事事的年轻人，性格懦弱，从不与人来往，整日混迹在街头和游戏厅。父亲卧病在床，他自己经营着一家裁缝店。对于未来，他并没有太多奢望，只要求生活能过得去就行。但在他的生活里还是充满了不顺，因为在游戏厅赢了些钱，刚走出大门就被2个混混给堵了。小健被逼着给了些钱，混混们才肯放他离开。逆来顺受就是小健生活的常态。这天，小健发现一件早已补好的警服，顾客迟迟没有来取。小健便根据顾客留下的地址，一路坐车去了对方家里，想把警服还回去。谁知敲了半天门也没人答应。一问邻居才知道，对方在1周前遇车祸身亡，家里没人，小健只好无功而返。回来的路上，天空下起了倾盆大雨，小健被浇了个透心凉，只好躲进地下通道避雨。因为浑身湿透，小健索性换上那身干净的警服。他没想到，这件警服竟成为了他人生的转折点。不多时，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莎莎同样来到地下通道避雨，她误以为小健是一名警察，便径直走了过来，向小健借火点烟。莎莎浑身被雨水浸湿，小健看到对方明显有些紧张，给莎莎点火后，莎莎独自走到了一边。小健对莎莎一见钟情，眼神不自觉地偷瞄着对方，这还是他人生中第一次被女孩子主动接近。也许是因为警服的关系，莎莎并没有把小健当作坏人看待。雨停了，小健一路尾随莎莎来到对方工作的音像店。原来莎莎是音像店的营业员。小健走进去，随便挑了盒磁带，反复犹豫了许久，他才鼓起勇气和莎莎搭话。他的目的不是买东西，只是想和莎莎多说说话。隔天，小健又花钱买了台播音机，手拿播音机的他再次来到和莎莎相遇的地下通道，蹲守着，希望2人能再次偶遇。不过他等了许久，也没能等来莎莎。回去之后，小健满脑子都是莎莎的身影，连客人少给了1半钱都没有发现。母亲责骂小健，这一天天的脑子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晚上，小健换上了那身警服，坐在莎莎吃饭的旁边。莎莎打包完后直接走了，小健就隔着马路尾随着对方。等到莎莎坐在小店门口喝饮料时，小健终于鼓足了勇气，主动上前和她聊天。2人一问一答，莎莎也对这名警察有些好感。莎莎谈起这里以前都是没有警察的，小健只能解释说自己是新调过来的。2人相约一起去看电影，在电影院里，小健大着胆子握住了莎莎的手，而他也没有拒绝，任由对方握着。就这样，2个人顺利走到了一起。他们经常会在招待所的小房间里私会。为了莎莎，身为小裁缝的他特意做了一件白色的连衣裙。为了面子，他还会将名牌标签缝在衣服上，哄莎莎开心。看着莎莎穿上自己做的衣服，小健打心眼里高兴，也让他对生活重新燃起了希望。莎莎也从这个假警察身上第一次感受到了温暖。可好景不长，父亲就传来了病危的消息。医生告诉他，父亲需要一笔高昂的医疗费。可小健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裁缝，自己糊口可以，要应付一大笔钱，谈何容易？医院给了小健一些时日，让他去凑钱。出了医院，看到马路中央指挥的交警，小健心里萌生了一个赚钱的主意。趁着交警不备，小健偷走了对方的帽子，来到一栋废弃的大楼。小健换上警服后，俨然一个有模有样的交警。他开始了岗前培训。过来，过来，坐。你还打我？不仅练习交警的话术，还练习指挥交通的姿势和拦车检查驾照的手法，连敬礼都很到位。自我培训后，他也真的上手工作，来到马路上寻找着目标。城市里人多眼杂，小健不方便下手，便来到人烟稀少的郊外蹲点。终于，他等来了猎物，一辆疾驰的小客车被他拦下。小健上车数了数人数，原本只能载20人的车，硬是被司机拉到了30人，明显是超载。小健以超载为由罚款司机，还有模有样的说道：“我看你也不容易，交100算了。”司机为了息事宁人，只能乖乖交钱。尝到了甜头的小健走上了一条发家致富的道路。一连几天，他都在路上拦车，手里的钱越来越多，父亲的医药费也有着落了。这天，小健拦下了一辆刮贩子的车，刮贩也是见过世面的人，打算送小健一个西瓜，息事宁人。小健却随口胡诌，说刮贩的小货车尾气超标，要罚款，刮贩只能乖乖掏钱。没想到给钱后，小健还要蹭他的车进城，气得刮贩将西瓜摔在地上。
回到城里的小健意气风发，直接进了莎莎的音像店，让莎莎10点半下班以后跟他去约会。莎莎满心欢喜，以为真爱来了。可当小健前脚一走，瓜粉后脚便带着真警察找上了门，询问小健的下落。莎莎矢口否认不认识他。此时他才知道小健是个假警察，一时之间陷入到了迷茫当中。晚上约会的时候，小健穿着那身警服赴约，警服给了他自信，因为知道小健假警察的身份，莎莎的态度有些冷淡。小健想送莎莎回家的要求也被他无情拒绝。小健有些无奈，回到工地的他将原本的衣服换上，没想到莎莎就站在一边。丝毫不知道身份被看穿的小健依旧是那副我行我素的模样。在之后的日子里，小健依旧经常去音像店，还利用警服之便帮莎莎赶走一些麻烦。只是他们的关系明显不如以前，毕竟假的终究是假的。在街上看见真警察穿梭的那一刻，他下意识地躲了起来。可是他躲得了一时，躲得了一时吗？两人独处时，莎莎也会暗示小健，交警都是应该站岗的。可小健却解释说自己是个巡警。面对小健的谎言，莎莎并没有选择揭穿。一阵滴滴声响起，莎莎的老板发来消息，莎莎着急地穿上鞋子离开了。莎莎最近的反常也让小健内心疑惑，难不成他在外面有了别的男人？按耐不住好奇的他选择了跟踪莎莎，果然看到她和一个男人进了一家酒吧。透过墙缝，小健看得一清二楚。他没有想到，眼前这个看似洁白无瑕的女孩，除了影像店店员这个身份之外，还与各大老板出入各种场合，甚至陪别的男人喝酒。小健心里难以接受，他叫住了刚才点莎莎的男人。男人看到小健那身警服后，不禁有些惶恐。小健问男人有没有和莎莎发生什么，男人连忙说没有，接着掏出自己的名片。小健警告男人以后离莎莎远点，男人没有要回名片，只是灰溜溜的跑了。隔天，小健和莎莎再次见面，彼此没有说话，态度也十分沉默。小健知道莎莎是个陪酒女，莎莎也知道小健是个假警察，两人都没有互相拆穿各自的真实身份，只是维持了这种表面的虚假。他们都只不过是社会底层的可怜人罢了。小健深知两人是不可能在一起的，于是谎称自己工作调动，要离开这里很长时间，以后可能很难再见面了。而莎莎也没有多说什么，只是递给他一张电话号码。小健离开后，莎莎独自坐在第一次聊天的小店门口喝汽水，回忆着两人的往事。这时陪酒电话响起，莎莎匆匆前往。陪完酒后，顾客还想玩点别的，这次莎莎拒绝了。她想要离开，却被客人一次次推倒。莎莎无力反抗，只能接受。也许是因为小健要离开，才让她产生拒绝的心理，从而获得一点点尊严吧。回到医院，小健拿着自己这段时间赚到的1500块，交了父亲的住院钱。本来一共要交5000，对方看小健穿着警服，也没有多说什么。小健刚将父亲接回家，小健依旧闷闷不乐。他用之前收来的名片给莎莎所在的舞厅打了电话，点名要莎莎来陪。莎莎如期赴约，小健却躲在暗处偷偷观察。思考良久后，小健假装和莎莎制造偶遇，临了他还是没有揭穿莎莎的身份。两人一起在河边散步，聊了很多。小健发现自己和莎莎在一起真的很开心，他也能看出莎莎是真心喜欢自己。可小健深知两人是不会有交集的。这时莎莎想抽烟，小健便帮忙去买。可是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的道理？路上他遇到了2个便衣，便衣查看了小健的证件后，一下子戳穿了他的身份。见此情景，小健赶紧骑上自行车溜之大吉，后面警察穷追不舍，而莎莎还留在原地等待小健的到来。莎莎能不能等到小健，我们不得而知。我只知道他们在一起会越来越尴尬。在成人社会里，身份决定地位，身份就是一切，而制服正是构建社会身份最直观也最廉价的工具。小健是个虚荣且自卑的人，只有在穿上那身制服的那一刻，他才能找回那微薄的自信。没有制服，小健连跟莎莎说话的勇气都没有。在他的世界里，制服并不仅仅是一个生财工具，还代表着权力和威严。两人都活在彼此的假身份下面，正因为清楚自己的身份也是假的，所以选择不揭穿。本期的故事就到这里了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